5月31号，俄乌战场传来新消息，乌克兰海军最后一艘在役战舰被俄军摧毁。俄媒表示，这标志着乌克兰海军舰队全军覆没。目前，俄乌双方都在加大攻击。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总值3亿美元军事援助。美国的武器生产商也在加班加点生产乌克兰需要的弹药。此外，美方表示，对于日前莫斯科遭受的攻击毫不知情。俄罗斯反驳称，没人相信。俄罗斯国防部5月3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库皮扬斯克、红利曼、顿涅茨克等多个方向击退乌军进攻。值得一提的是，俄国防部称，对乌克兰奥德萨港军舰锚地使用高精度武器进行打击，成功摧毁码头停泊的尤里奥利菲连科号战舰。这是乌克兰海军最后一艘在役战舰。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无回应。尤里奥利菲连科号是乌克兰海军一艘中型登陆舰，于1970年在布兰格但斯克造船厂下水，1994年改名为基洛沃格勒号，并从黑海舰队中分离，被转移到乌克兰。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曾被俄军短暂控制，后归还给乌克兰。2016年更改为现在的名字。值得一提的是，1周前为庆祝海军陆战队日，泽连斯基在顿涅茨克前线宣布，为了加强海军的力量，乌克兰将创建海军陆战军。他称，新的海军陆战军将加入到我们已经拥有的队伍中，我们将提供给他们现代化的武器和装备。不过，乌克兰也对俄海军力量实施了多次打击。乌克兰海军总司令阿列克谢内茨帕帕5月31号表示，俄乌冲突以来，乌军共摧毁了18艘俄方舰艇，其中俄方损失最大的一艘是去年4月13号沉没的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美国五角大楼此前泄密情报显示，乌军面临弹药不足的问题。5月31号，美国再次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的军事支持。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总价值3亿美元的军事装备。此次提供的军事装备包括防空导弹、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和弹药等。不久前，美国还首度松口，允许盟友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据不完全统计，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计已达376亿美元。应对俄罗斯无法有效地消耗俄罗斯的时候，西方就会对提供给乌克兰的相关装备进行升级。那么目前来看现在西方提供给乌克兰的装备基本上就很难对俄罗斯构成很大的影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侯友宜获国民党征召参选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14天后，侯友宜竞选工作室6月1号成立，初期将以侯友宜竞选新北市长连任团队为班底，新北市副市长谢正达、副秘书长张其强都将辞职全力辅选。未获得国民党征召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则进一步与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走近。柯文哲5月30。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侯友宜今天成立竞选工作室，对于侯友宜与国民党的选情，您怎么看呢？其实原先外界普遍预期侯友宜迟迟没有宣布参选，国民党迟迟没有征召侯友宜，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拖累了侯友宜的民调。一旦解决了这个两个问题，侯友宜的民调就会往上走。然而在国民党正式征召侯友宜之后，却发现了一个让外界没有料到的情况。无论是绿营做的民调，还是蓝营自己做的民调，侯友宜的支持率都是不升反降。而侯友宜流失的支持率，则跑到柯文哲身上去了。有的民调机构甚至得出了柯文哲已经反超侯友宜的这么一个结论。我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3个：一是侯友宜落入了国民党前高雄市市长韩国瑜类似的困境，有一部分新北市市民反对其代职参选；二是一部分郭粉在郭台铭初选落败之后，转而支持柯文哲；第三，更为关键的是，由于侯友宜在两岸关系问题上至今没有拿出令他们满意的论述，相当一部分深蓝民众开始持观望态度。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国民党至今仍然没有完成原先承诺的泛蓝团结与非绿整合。那在侯友宜与郭台铭争持不下以及蓝白竞争的情势下，国民党要如何才能实现泛蓝团结与整合非绿呢？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2点看法。
一个是在郭台铭与柯文哲之间，国民党至少要整合一个，假如两个都整合不了，那2024就悬了。二是由于郭台铭不仅有钱，而且是光杆司令一个，而跟柯文哲与民众党整合，不仅会瓜分掉国民党的行政权力，而且会瓜分掉立法权力。因此整合柯文哲虽然是理想的选择，但却不是现实的选择。整合郭台铭虽然不是理想的选择，但却是现实的选择。而且整合郭台铭没有太多的首尾。当然了，国民党也并非只能在郭台铭与柯文哲之间做2选1的选择题。国民党还有一个两全其美、皆大欢喜的整合方法，那就是选择侯郭配搭档参选的同时，把柯文哲列为不分区民代第1名，让其有机会冲击台立法机构负责人的位置，或者是在赢得2024年之后任命柯文哲为台行政部门负责人，或者选择侯柯配搭档参选的同时，把郭台铭列为不分区民代第1名，让其有机会冲击台立法机构负责人的位置，或者是在赢得2024年之后任命郭台铭为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当然了，这需要朱立伦与国民党拿出高超的政治手腕。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